国防医学院跟三军总院，它的外科的团队就很强，然后有比如说骨科啊、胸外啊、口外、神外，其实很多都很有经验的医师在我们医院。那这些医生他们又很勇于去做创新，然后接受这些新技术。先生，这就是你做颜面骨折之后，我们做3D 重建出来的模型。那你可以看到说，像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你骨折的情况，就是你的右边的髋骨的骨折的状况。所以在术前的话，我们做这样子的模拟状况，就可以让你知道说你现在受伤的状况情形，跟你术后应该要有的状况情形这样。对，其实我们之前做这样子的手术的话，很大部分的话就是看医生的个人的经验还有在手术之中的判断。那有这样子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在术前就更提早去模拟我们可能之后要怎么样进行这个手术。我们在手术进行的过程之中，可以大幅的减短我们手术需要的时间，那可以减少我们手术的时间，那病患暴露在麻醉之中的时间，那就可以减少他们的风险，还有说这样他的复原也会比较好一些。过去医生他都是比较凭经验或者是手感，那可能现在他可以使用很多的科技来辅助他开刀。所以相对而言，其实我觉得3D 列印它的特点是在于很多创新的应用。那这些创新的应用是建立在很多外科医师的经验上，跟他们没有办法被满足的问题。对，那我觉得Form2他们的机器有几个特点啦，一个就是相对细致度是高的，相对 FDM， 然后第二个是它的使用的 user friendly 很高，对，它比较让一般的大众比较平易近人去使用。然后第三个是他们的技术不停的在研发跟创新。其实目前就这样子1年下来，其实受案也有差不多10几20个左右了。那目前的效果真的都是蛮好的。对于医院来讲的话，也是乐见这种状况因为如果说病患可以比较快的复原完，那就可以这样子出院的话，那返家的话，对医院来讲的医疗资源节省也是蛮不错的。但如果这个模型是可以帮助医生去解决一个手术，或者是它是手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术评估的工具，那我觉得这个价值就已经进入到诊断的这个阶段跟治疗。那我觉得3D 列印它其实未来就是数位医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